那么咱们本期呢讲一下捉妖这个概念。那么什么是捉妖法呢？又有什么样的分类呢？接下来听我一一细说。捉妖呢也称作为收妖或者说降妖，那么呢或者是与收捉鬼物一起称作为收邪，指刑法呢捕捉妖怪。所谓妖怪呢，指的是各类自然物或者器具时间久化成的精魅。那么在近代的《搜神记》托于孔子的说法，叫做夫六畜之物，即龟蛇鱼鳖草木之属，久者呢，神皆平一，能为妖怪，故谓之无有。无有者呢，五行之方皆有其物，勇者老也，物老了则为怪，指的就是年龄久远的东西呢，时间长了呢，就有可能会化成妖怪。所以说呢，其范围极广，凡是呢魑魅魍魉、山魈、木刻、妖狐、五通之类呢，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妖怪。在民间认为呢，妖怪呢可以迷人害人，致人疾病，带来灾难。所以说呢，道教创设科仪，未能予以捕捉收服。比较简单的情况呢，是以符咒镇服，所谓呢能使之现行被拒。而比较复杂的方法呢，就需要结法坛，由法师呢召遣神将捉妖。在福禄派道教都有不同的方法，基本上呢观目大同小异。通常呢在病患或者灾患发生以后呢，经过法师勘核，确认为妖怪作祟，就会通过符咒诀罡召遣神将呢前往收捉。在捉的时候呢，要建立天罗地网，为之用以围剿妖怪，不使其逃遁，也就相当于先布下一个陷阱。那么捉住时呢，需存想神将呢捉住妖怪，将其装入事先准备好的罐子里，然后呢以符封贴，或者呢将之收人预先布置好的天狱中，当中呢拷问其来历，称之为立狱考邪。那么也是因为认为妖怪可有树木、山林以及日用器具，时间长了呢成精，所以说呢，在捉妖的时候呢，常常巡视周围有无古怪石树或者说经年器用的东西，那么再到法师呢纠察得时，先寻其物，用勇士将人变为其形，为飞天八将碎掉其物，然后再用火煅烧，这便是呢其中一种所谓的方法。那么在捉妖的时候呢，科仪有时候排场非常盛大，充满着很多呢戏剧化的表演。那么比如说呢，在《红楼梦》的第102回，假设没法，只得请道士呢到园做法事驱邪除妖，则即日呢先在省亲正殿上呢铺起坛场，上供3清圣像，旁设28宿，并马赵温州4大将，下排36天将头像，香花灯烛设满一堂，钟鼓法器并排2边，插着5方号旗。那么道祭司呢派49位道众执事敬了1天的法坛，3位法官呢行香取水完毕后呢，然后擂起法鼓，法师们呢俱戴上七星冠，披上9宫8卦法衣，踏着登云履，手持牙如，便拜表请圣，又念了1天的消灾去邪接福的动云经，随后呢便出榜召将，榜上大书太乙混元上清3净灵符箓，演教大法师行之旧令，本境诸神到坛听用。只见小道上面便把旗符举起，按定5方站住，伺候法师号令。3位法师，一位手提宝剑拿着法水，一位捧着七星皂旗，一位举着桃木大腰鞭立在坛前。只听法器一停，上头令牌3下，口中念念有词，那5方旗便团团散布。法师随后下坛，叫本家领着各处楼阁殿庭、房廊屋舍、山崖水畔洒了法水，再用剑指画了一回，回来连击牌令，将七星旗记起。众道士将其举起，接下大腰鞭望空打了3下。本家众人都觉得拿住了妖怪，争着要看，但到了跟前的时候并不见有什么声响。只见法师叫众道士拿取了瓶罐，将妖收下，加上了封条，又用朱砂笔书符收进，令人带回在本观塔下镇住，一面撤坛谢将。这段科仪生动有致，所以说这种术也被很多的小说、戏曲所取代，成为了不少的收妖捉怪故事中的典范。
但是呢，实际上没有法眼一类的能力呢，是没有办法看见的。所以说呢，很多的一般人呢，大家都认为看不见的事情就是假的，其实实则不然。如果说开了天眼呢，或者说阴阳眼的时候呢，在道士行定刑法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到底在干什么，并且呢，道士很多时候呢，在行法行命的持有间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先开天眼，或者说用符咒符水开眼，用这种方法呢，才可以去正常的进行下面的步骤。那么说到捉妖呢，不得不说呢，来自于很多的文本或者说影视剧中的各类法器道具。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叫做照妖镜。那么一说到照妖镜呢，首先第一个想法就是在很多影视剧中呢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镜子状法器，而照妖镜呢是由方仙道承传入道教的明镜辟妖之术，这也其实属于一种法术的行为。那么通过在镜子中呢祭炼符文，用特殊的制作工艺可以具备有照妖的功效。那么在葛洪的《抱朴子灯社》中有说法，也就是所有的生物中的古老存在这些古老的存在呢，都是可以假装成人的形态来迷惑和考验人的。但是呢，他们在镜子前呢，便无法隐藏自己的真实的形态。因此呢，古代的人们呢，在山路上的时候呢，都会通过背着一面直径9寸以上的镜子，那么这些古老的妖魅呢，就不敢接近。如果说有人形态的生物呢来交流沟通，那么人们会通过看一下镜子确认其的情况。如果说呢来访的是一位仙人或者山神，那么在镜子中呢，他仍然会呈现为人的状态。那么如果说是一位鬼妖邪魅，那么他的真实形态就会在镜子中显现出来。这便是呢道教利用古代技术成果作为法术之一。同样的，镜和剑在道教法术中呢，和印令牌具有同样的重要的位置。道教中呢，不仅以镜照妖，还可以辟邪、辨冤、践行、摇式等等，并作为天人感应、沟通鬼神的工具。就比如说法术中的元光术便是此类。那么再比如就是像地府中的孽镜台一般，只不过呢功能天差地别。